对讲机出海龙头海能达被美国禁止在全球销售，在国内引起广泛讨论。4月8日早朝，海能达002583SC 向深交所公告称，近日公司收到美国法院的判令认定公司未能完全遵守其禁诉令，临时禁止公司在全球范围内销售双向无线电技术的产品，并处以每天100万美元的罚款，直至公司完全遵守禁诉令之时止。公司同时公告称，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陈清洲自愿承诺即日起6个月内不减持公司股份。海能达指出，目前公司已撤销深圳案件的起诉，同时按要求暂停销售双向无线电技术产品，并已向美国法院申请撤销上述判令，近日正在美国法院持续进行听证。公司将进一步采取各项应对措施，争取最短时间撤销上述判令。根据海能达官网提供的美国伊利诺伊州北区地方法院所出具的法令原文显示，因海能达未遵守法庭要求其退出并撤回其在2022年6月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的诉讼，该诉讼寻求其旗下 H 系列产品不侵犯摩托罗拉商业秘密与版权的宣告性判决，下达蔑视法庭制裁令。该制裁令要求海能达遵守相关反诉禁令前，必须在全球范围内停售含有双向无线电通信技术的产品，并每日向法庭缴纳罚金100万美元。该命令自2024年4月2日起生效。4月7日，海能达在其公司官网公告称，根据美国法院的法令，在另行通知之前，海能达不得在世界任何地方销售任何含有对讲机技术的产品。截至发稿前，目前海能达相关对讲机产品在京东、天猫等国内电商平台已全面下架。什么他妈的叫惊喜？什么？海能达成立于1993年，是总部位于深圳的一家全球专用通信及解决方案提供商，还是全球第2大无线电终端生产商，更是对讲机领域出海龙头公司。据公开信息显示，海能达对讲机产品在全球市场份额占12.6%以上。海能达禁令事件起源于2017年。2017年3月，海能达的2家全资子公司美国公司和美西公司收到美国伊利诺伊州法院送达的诉状，摩托罗拉解决方案公司及摩托罗拉解决方案马来西亚公司起诉海能达美国公司、美西公司商业秘密侵权，认为海能达部分产品侵犯了摩托罗拉解决方案公司的商业机密。摩托罗拉声称，其前雇员在摩托罗拉工作期间下载了数千份机密文件并携带出公司。在此期间，海能达在摩托罗拉不知情的情况下向这名员工支付薪酬。摩托罗拉在庭审中主张海能达部分产品侵犯摩托罗拉21项商业秘密及4项美国著作权，要求海能达、美国公司及美西公司就其侵权行为支付相应赔偿。与此同时，海能达将双方诉讼战扩大至中国。2017年11月14日，海能达将摩托罗拉系统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摩托罗拉系统中国有限公司、摩托罗拉系统中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简称摩托罗拉诉至北京知识产权法院，请求法院判令摩托罗拉方面停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垄断行为，并赔偿损失6000万元，合理开支50万元。海能达据此请求判令摩托罗拉停止上述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垄断行为，并请求判令摩托罗拉赔偿损失人民币4926.6万元，赔偿合理开支人民币105.6184万元。2020年2月14日，美国伊利诺伊州的北部联邦地区法院陪审团作出一审裁决，认定海能达侵犯摩托罗拉解决方案公司一项或多项商业秘密及美国版权成立，并判处其向摩托罗拉支付侵权损害赔偿34576.12万美元及惩罚性赔偿4.188亿美元，合计7.64561亿美元，约合53.34亿元。2020年3月5日，伊利诺伊北区法院法官对该案作出一审判决，支持陪审团裁决结果，判决海能达、美国公司及美西公司向摩托罗拉解决方案公司支付损害赔偿3.457612亿美元及惩罚性赔偿4.188亿美元，合计7.64561亿美元。海能达不服一审判决。2020年3月8日，针对该一审判决，
海能达向伊利诺伊北区法院提出申请案件重审及法院依法改判的动议。若法院未支持公司动议，公司将向上诉法院提起上诉，以维护公司合法权益。上诉程序一般为期2-3年。同时，一审判决后，双方就许可费的支付方式及相关事宜进行听证会。海能达按照法院要求，以现金方式向法院监管的共管账户提供了许可费担保，担保金额约5600万美元。2020年1月19日，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则对上述案作出一审判决，认定摩托罗拉虽然在海能达主张的部分相关市场中具有支配地位，但未构成滥用行为，驳回了海能达的全部诉讼请求。此外，海能达还在广州、深圳起诉了摩托罗拉，但截至发稿前，暂时没有披露更多信息。2021年1月12日，海能达再度发布公告称，伊利诺伊北区法院法官认可海能达公司在审后程序提出的研发费用赔偿金额属于重复赔偿金额的意见，对先前判赔金额进行了调减，其中商业秘密部分损失赔偿金额调减0.736亿美元。商业秘密部分惩罚性赔偿金额调减1.472亿美元，整体赔偿金额由7.65亿美元调减至5.43亿美元，减少了2.22亿美元。同时，法官还驳回了摩托罗拉解决方案公司在审后程序提交的关于增加额外赔偿的动议，但支持了摩托罗拉解决方案公司要求赔偿利息的动议。双方之后应向法院提交关于利息计算金额及计算方式的意见。2021年9月8日，海能达发布公告称，就与摩托罗拉解决方案公司之间的商业秘密及版权侵权诉讼案件的一审判决结果和后续动议判决结果，向美国第7巡回上诉法院提出上诉。上诉范围包括但不限于一审判决结果、关于许可费的判决、关于利息的判决、关于诉讼杂费的判决、关于律师费金额待定的判决等。2022年2月7日，美国司法部还宣布对海能达提起刑事诉讼，指控其与摩托罗拉解决方案公司的前员工合谋窃取其数字移动无线电及对讲机的专有商业数据。对此，2月8日晚，海能达回应称，公司对指控深感失望，认为美国司法部的指控内容不具备事实依据，公司不应被列入指控对象。公司强烈反对本次美国司法部提出的指控，并将坚决以法律手段和事实依据积极应对本次事项，坚决维护公司的合法权益。不过，海能达当时也表示，若指控最终成立，公司可能将被处以不超过有关商业秘密价值3倍的罚款。2022年7月，伊利诺伊北区法院还判定海能达还应支付摩托罗拉自2019年7月起的额外商业秘密和版权侵权版税。随后，应摩托罗拉公司的要求，一名联邦法官启动了针对中国电信公司海能达的藐视法庭诉讼程序。本次禁令的提出，正是源于海能达未撤回在中国法院的诉讼。美国伊利诺伊州北区联邦地区法院于2024年3月25日要求海能达不得继续追求或执行其在中国的诉讼，并在2024年3月29日要求海能达撤回诉讼，包括撤回在该案中的所有制作材料。如今，海能达直接遭遇了美国法院禁令，对讲机产品被全球禁售。往后的行驶会更加困难。针对此次美国法院公布的禁令文件，主要包括3项内容：一、销售和分发禁令，在海能达完全遵守本院的反诉讼禁令命令。文件1504、1508之前，海能达及其所有官员、代理人、雇员、附属公司、子公司、分销商、经销商和转售商，以及所有与上述任何一方有实际合作或参与的人，被暂时禁止执行以下行为：在全球任何地方提供销售、进口、出口或分发任何双向无线电产品。2、每日罚款直至海能达遵守法院命令。海能达被命令在完全遵守本院的反诉讼禁令命令。文件1504、1508之前，每天向本院支付100万美元的罚款。3、禁止依赖中国诉讼中的任何命令或判决。海能达被命令在中国诉讼中关于 H 系列产品的藐视程序结束之前，
不得执行或依赖深圳法院在中国诉讼中发布的任何命令或判决。此命令于2024年4月2日发布，法官为 Martha M. Packold。早前，总部位于美国芝加哥的摩托罗拉声称，海能达拖欠其无线电产品系列的专利费。海能达的无线电产品称为 H 系列，是侵犯摩托罗拉商业秘密和版权保护的众多产品之一。公告曾披露，据海能达2022年度经审计财务数据，公司专业无线通信设备制造业收入占营业收入比重为 83.31%， 其中双向无线电技术相关产品为主要构成。很显然，此次禁令对海能达的业务影响很大。4月8日，海能达对此发布公告进行回应。海能达在公告中强调，目前公司正在积极申请撤销上述判令，但案件后续进展存在一定不确定性。公司将严格遵循证券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值得注意的是，似乎是为了稳定股价，海能达在发布上述回应公告的同时，还发布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自愿承诺不减持公司股份的公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陈清洲先生自愿承诺，即日起未来6个月内不以集中竞价、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包括承诺期间该部分股份因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配股、增发等事项而增加的股份。据宇博置业市场研究中心统计，2023年摩托罗拉的对讲机全球占比高达 58.57%， 海能达占 11.41%， 位列第二，剑舞占比 10.39%。或受上述消息影响，海能达今日股价盘中跌停，截至发稿报 4.24 元每股，总市值 77.09 亿元。好了，小伙伴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希望大家喜欢，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并分享您的看法。我们下期再见。